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一個所有職場工作者，無論你是基層還是高階主管，都在深深關注的問題：人工智慧到底會不會搶走我們的飯碗？大家其實都在討論這個話題，但是多數時候我們聽到的都是各種猜測，或者是某些專家的個人觀點，缺乏了真正大規模來自第一線使用者的真實數據。不過，開發出知名 AI 模型 Claude 的母公司 Anthropic 最近發布了一份重量級的研究報告，他們直接調查了高達81000名活躍的 AI 使用者。這份報告不僅僅是問大家你怕不怕，而是深入去交叉比對了這些人的職業、薪資、年資，以及他們實際將 AI 應用在工作上的程度。作為一個分析師，我必須說，這81000人的真實心聲，完全打破了我們過去對於 AI 衝擊職場的刻板印象。它提供了一個極度理性的視角，讓我們從單純的恐慌轉變為可以具體執行的未來策略。在這份調查中，有一位軟體工程師的留言非常精準地擊中了現代白領階級的集體焦慮。他這麼說：就像現在任何一個從事白領工作的人一樣，我100%感到擔憂，幾乎是全天候24小時都在擔心自己最終會因為人工智慧而失去工作。這段話聽起來很沉重，對吧？但這絕對不是少數人的無病呻吟。這份來自8萬多人的調查數據，確確實實地證明了這種對於職業被取代的恐懼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我們過去總以為軟體工程師是科技浪潮的最前線，他們應該是最安全的一群人，但事實恰好相反。正是因為他們站在最前線，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早也更清晰地看見了這股海嘯的威力。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你對 AI 的恐懼程度？重點來了，我們進入第一部分，真實的 AI 焦慮。我們來探討暴露度與人口統計特徵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的。我們必須深入探討這種 AI 焦慮的真實來源。這份報告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指標，叫做暴露度。所謂的暴露度，指的就是你的日常工作任務有多大比例是 AI 已經可以代勞的。過去我們可能會直覺地認為，那些不了解 AI、沒有接觸過 AI 的人，因為面對未知，所以會最感到恐懼。但數據分析卻給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調查顯示，在所有受訪者當中，工作暴露度排名前25%的人，也就是那些工作內容最容易被 AI 執行的族群，他們表達出擔心失去工作的頻率，是暴露度最低的後25%族群的3倍之多。高達3倍的差距其實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我們來深度拆解一下背後的邏輯。為什麼接觸越多反而越害怕？因為當你每天都在把工作交給 AI 處理，而且看着它做得又快又好的時候，你開始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本質其實是由一連串可以被預測、可以被自動化的指令所組成的。重度依賴帶來了清晰的認知，而這份清晰的認知正是產生焦慮感的最大源頭。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除了工作內容的暴露度之外，報告還分析了年資這個關鍵變數。調查趨勢明確指出，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年輕工作者，他們感受到工作被取代的威脅感，遠遠高於那些資深的主管或老鳥。這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巨大的職場結構性危機，也就是學徒制模式的崩解。傳統上，一個初階員工進入公司，通常會被分配去執行大量重複性高、基礎的勞力密集型任務，像是整理報表或是撰寫初稿。他們透過執行這些基礎任務來累積經驗。然而，現在 AI 最擅長也最快能自動化的，恰好就是這些初階任務。所以，年輕人害怕是非常合理的，因為他們賴以起步的階梯正在被 AI 抽走。相對地，資深員工的工作核心往往在於複雜的人際溝通與策略判斷，這目前依然是 AI 難以完全跨越的壁壘。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二部分，誰才是最大受益者？我們來看看薪資與生產力之間出現的巨大反差。既然 AI 帶來了這麼大的衝擊，但在這場技術變革中，到底誰獲得了最大的利益？當研究團隊將受訪者的自評生產力提升幅度跟他們的薪資水平進行對比時，結果出現了一個非常戲劇性的兩極化現象。數據顯示，獲得最大生產力提升的，首先是薪資最高的那群人，像是高階管理階層。但令人驚訝的是，薪資最低的基層工作者同樣也回報了極高的生產力增幅。
反而是薪資處於中段班的科學與法律專業人士，他們感受到的生產力提升相對微弱。對於高薪管理階層來說 ，AI 像是多了一個超級大腦，幫助他們快速規模化自己的決策。對於低薪基層員工來說 ，AI 則是打破階級壁壘的武器，讓他們具備了跨越專業門檻的能力。但中段班的律師或科學家為什麼受限呢？因為他們的專業領域要求的是100%的精確。AI 模型雖然強大，但仍然會產生幻覺。在法律或科學中，只要偏離規則一點點，就會有嚴重後果。所以這些專業人士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去驗證 AI 的產出，這反而抵消了 AI 帶來的速度優勢。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發現不同薪資階層對 AI 的感受落差極大。接下來進入第3部分，剩餘價值去哪裡了？我們來探討究竟是誰在收割 AI 帶來的紅利。我們知道 AI 確實大幅提升了生產力，但接下來這個經濟學問題才是最核心的。當 AI 讓你原本需要做8小時的工作，現在只要2小時就能做完的時候，省下來的這6個小時到底落入了誰的口袋？根據受訪者的回報，絕大多數的人表示，這些由 AI 帶來的時間紅利，最終是回饋到了自己身上。只有大約10%的人表示，雇主會因為 AI 的出現而要求他們產出更多的工作量。不過，這裡有一個非常殘酷的年資差異。在資深員工中，有高達80%的人表示自己享受到了這些紅利，但是在初階員工中，這個比例卻驟降到了60%。這再次印證了職場現實：資深員工擁有更高的工作自主權，可以決定如何分配節省下來的時間；而初階員工因為缺乏話語權，提早完成任務，往往只會換來主管指派的下一項工作。這就是所謂的效率懲罰。重點來了，第4部分。重範圍勝過重速度，這也是解鎖全新工作能力的關鍵。這份8萬人的調查報告中，我認為最具啟發性的洞察，徹底顛覆了我們評估 AI 價值的標準。很多人在衡量 AI 工具的時候，唯一的指標就是速度。我們把 AI 當作是一台更快的打字機，但數據告訴我們 ，AI 真正的威力根本不在於把舊有的事情做得更快，而在於它能夠解鎖全新的能力。數據明確指出，有48%的人強調 AI 幫助他們擴展了工作範圍，也就是做到了以前根本做不到的新任務，而只有40%的人強調的是提升速度。為了讓大家更容易理解，我們來做一個歷史對比。回到1979年，第一款電子試算表軟體發明的時候，無數的簿記員感到恐慌。試算表確實讓計算變快了，但它真正的價值是帶來了範圍的擴展，讓企業可以瞬間進行各種財務推演，進而創造了現代財務分析師這個高薪職業。今天的 AI 也是一樣的，如果你只用它來加快打字速度，你的價值很快就會被壓縮。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第5部分，自動化加速的悖論，帶您了解呈 U 型曲線的恐懼感。雖然我們剛剛說擴展範圍才是 AI 的真正價值，但許多人的日常工作確實因為 AI 而被大幅加速了，這就引出了一個極度迷人卻又諷刺的現象。這份研究探討了工作被加速的程度與對 AI 的恐懼感之間的關聯。數據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一個完全違背常理的 U 型反轉。首先，那些表示工作被 AI 拖慢的人感受到了很高的職業威脅。這群人通常是創作者，他們恐懼 AI 產生的大量廉價內容會毀掉他們的生存空間。處於中間，工作速度沒有改變的人是最不害怕的。但是，最極端的狀況出現在另一端，那些回報自己的工作因為 AI 而獲得最高程度加速的人，竟然是所有族群中最害怕失去工作的一群。這背後的邏輯非常殘酷。如果你原本8小時的工作，現在只要半小時就做完了，從老闆的角度來看，你的工作價值正在急劇萎縮。極致的速度提升換來的卻是極致的生存焦慮。我們繼續聊下去，第6部分，打造職涯護城河，教你如何從焦慮轉化為行動。前面我們透過這8萬人的真實數據，深度拆解了 AI 焦慮的來源。作為一個分析師，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從這些數據中提煉出行動指南。結合這份報告的精華，我為大家梳理出3個最具實戰價值的行動策略。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
就是立刻將你的注意力從追求速度轉移到擴展範圍，去思考你能不能用 AI 去完成你過去做不到的事情。跨界的能力就是你的新武器。第二步，建立跨學科的整合技能。未來的職場不再需要那麼多單一領域的螺絲釘，而是需要能夠理解不同領域邏輯，並能將其整合的通才。第三步，也是我認為最強大的觀點，在企業內部培養一人公司的思維，把你自己當做一家公司來經營，而 AI 就是你麾下最有效率的團隊。當你具備了指派 AI 去完成複雜任務的能力時，你對企業的價值將會呈指數型成長。在今天的節目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面對 AI 浪潮，你今天要如何利用它來擴展你的能力邊界，而不僅僅只是把你昨天的工作做得更快？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這份8萬人的大調查證明了一件事： AI 真正的價值從來不是單純的加速，而是擴展你的工作範圍。未來的贏家是懂得利用 AI 進行跨域整合、具備一人公司思維的人，而不是只把舊工作做得更快的人。用範圍取代速度，就是你最好的職涯護城河。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